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将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由20国集团主席国意大利和欧盟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全球健康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期待全球健康峰会充分发挥 G20 全球危机应对重要平台作用。当前，全球疫情反弹蔓延，国际抗疫合作处于关键当口。中方期待全球健康峰会充分发挥 G20 全球危机应对重要平台的作用，延续 G20 引领全球抗疫合作的积极势头，对外发出坚持多边主义、推进团结合作的有力信号，为全球早日战胜疫情、完善全球卫生治理注入信心和动力，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深圳卫视注意到，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由习近平主席在去年3月21号就法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时首次提出。在去年5月18号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习主席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呼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此后，习近平又分别在多种场合重申这一倡议。1年多以来，中国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在过去1年多来，中国属于全球抗击疫情、恢复生产、恢复生活最好的国家。我们无论是从这个感染的这个病例数死亡的病例数来讲，都是属于在主要经济体中最少的一个国家，并且呢，中国还这个力所能及的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这个援助无论是这个医疗救护队还是疫苗所以中国的表现呢也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总书记明天如果出席这个峰会呢，向世人向世界展示中国制度的优势和中国国家治理的这个新的这个水平，并且呢也表达了中国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事实上，全球健康议程早就成为 G20 机制的一部分。早在2004年，时任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呼吁有必要用 L20 替代 G8 之时，全球健康就在讨论的共同主题之列。2016年，20国集团民间社会会议发布公报，呼吁 G20 领导人提升公共医疗的质量和可获得性，在重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上形成更紧密的国际合作。而欧盟在去年 G20 峰会上就提出要重点推动4方面议程，第一项就是健康领域，并预告欧盟将与 G20 轮值主席国意大利共同主办全球健康峰会，可见欧盟对于推进全球健康议程具有相当的决心。而这与中方所倡导的后疫情时代 G20 引领全球治理可谓高度契合。去年11月举行的 G20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了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方案，包括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重申中方将继续积极支持并参与疫苗国际合作，落实好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外界也高度期待在周五举行的全球健康峰会上，习主席将为全球健康议程发出怎样的中国声音，并给出怎样的中国方案。跟随这个疫情的发展呢，人们也要发展出新的一些这个对接的措施。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在提这个叫什么疫苗的这个通行证或者疫苗的护照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方面。那么还有一个呢比较明显，就是数字经济在这个疫情这个期间呢也得到了迅速的这个发展。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比如说这个网上的这个消费线上的这个消费也是这个非常明显。那么这些特征呢，都需要加以新的这个规范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对接。确实在完善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健康卫生这种治理方面呢，发展中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的这个在治理水平上，在这个制度优势上具有明显的这个特征的这个国家呢，应该发挥更好的这个作用。实际上，中方一直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承诺。对于当下非洲疫情抬头，当地疫情控制面临难题，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周三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非洲和平与安全高级别视频会议时提出，在疫情面前，没有国家可以成为世外桃源，也不应该有国家成为抗疫洼地。
王毅促请所有有能力的国家紧急向非洲提供新冠疫苗，切实加强非洲公共卫生能力建设。联合国与非盟应紧密配合，积极向非洲提供维和经费，支持非盟和平行动。发达国家应在减免债务、发展援助、技术转让等采取实在的措施，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王毅强调，只要是对非洲人民有益的工作，中国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中非双方愿共同发起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在抗击疫情、灾后重建、贸易投资、债务缓解等领域加大对非洲支持力度。我们欢迎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倡议。我们愿同非洲兄弟风雨同舟，与国际伙伴携手合作，为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发挥积极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将在北京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全球健康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那么，管先生，您对此如何前瞻？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在一个重大时点呢举行的重要会议，可以说议程关乎全球的共同利益，是所有人的共同关切。那么，既然是全球健康峰会，那么当前国际社会的最大健康关切是什么呢？那肯定是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是国际社会如何更加强力、更加有效率的战役。那么具体到某些特定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现在的中国近邻印度，那么这更是一场和死神赛跑、和新冠病毒搏斗的严峻的生死考验。所以我也大胆预言，那么在明天的全球健康峰会上，中国最高领导人呢一定会向世界再度宣示中国的抗疫理念、智慧与经验，并且呢将会系统阐释推动全球战役的中国方案。华春莹今天谈到，中方出席峰会是应20国集团主席国意大利总理和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邀请。那么峰会应该是 G20 和欧盟方面的动议。那我们也知道，在新冠全球大流行期间举行的首场国际多边会议，正是呢由沙特作为主席国，在去年3月26号召集的 G20 特别峰会。习近平当时在峰会讲话中提出4点倡议，包括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以及加强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等等，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强烈共鸣。我相信，就明天的峰会重要讲话而言呢，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与关注，无疑是新冠疫苗话题。国际社会对于疫苗话题有哪些特别关注呢？事实上，中国元首是全球范围内最早聚焦疫苗议程，并且呢做出重要承诺的大国领导人，这充分展现了大国领袖的洞见观瞻和责任担当，更是呢领导力和行动力的集中的体现。那么，新冠病毒肆虐世界已经1年多了，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对此形成一个高度的共识，那就是要真正走出疫情危机，关键一招呢，唯有接种新冠疫苗。那么，我个人认为，在疫苗的这个国际议程上，国际社会现在正面对2个严峻的挑战：疫苗民族主义以及国际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疫苗鸿沟。那么，自去年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国际重大会议上就新冠疫情表态，他呢始终关注、聚焦，并且在推动解决新冠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可及性以及可负担性问题。比如早在去年5月的世卫大会上，中国刚刚以艰苦努力取得新冠战役的阶段性成果之际，习近平就率先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并且投入使用之后，将会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做出中国贡献。在我看来呢，推动解决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问题，也就抓住了全球战役的2大痛点问题，是直面之前分析的这个2大挑战。可以这样说，疫苗民族主义和疫苗鸿沟正是这2大痛点的源头所在。相信明天中国元首的重要讲话会继续就推动全球治理这2大痛点来提供中国方案，来做出中国贡献。同时呢，我也要特别强调，这场峰会对亚洲的10点意义重大，
尤其呢具有紧迫性。相信呢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周边国家，会尤其关注中国元首的重要讲话。现在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疫情吃紧，这也是他们特别关注中国最高领导人峰会讲话的原因所在吧？没错，我想只要单略一下这2天周边地区的一些个最新的动态，就可以体会到扑面而来的疫情紧迫感。那么就在今天，预定6月初举办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宣布取消。那么这对主办方来说是迫不得已的一个艰难决定。相关声明就说，和新加坡政府争取到了最后一刻。那么而且呢，我也注意到，早在上周，美国防长就已经宣布了参加今年相会的议程安排。那么新加坡政府之所以施压主办方，当然是因为新一波的疫情来势汹汹。那么狮城再度校园停课呢，已经进入到了第2天。预定6月初揭幕的相会迫于疫情取消。那么7月揭幕的东京奥运会还能开得成吗？我个人预判，虽然菅义伟万般不情愿，虽然日本方面为东京奥运会的最终投入已经创下奥运主办之最，达到创纪录的260亿美元，但是呢，再次延期乃至取消东京奥运会恐怕是大概率的事件。现在最让人揪心的是，当然是全球第2人口大国印度，它的疫情进展。那么尽管日新增确诊在连日突破40万关口之后开始走低，但是呢，印度的疫情死亡数字却在持续的攀升。印度作为新一轮疫情的最大的重灾国，鉴于它的国家体量和人口规模，那么现在呢，疫情的外溢效应已经向多个南亚近邻以及东南亚国家在扩散。那么当此亚洲疫情的最严峻的时刻，尤其需要众志成城，携手合作。中国人讲究同舟共济，新加坡知名学者马凯硕，他把这个舟的概念做了具体的具象化的延伸。马凯硕在今年博鳌论坛期间接受深圳卫视记者视频采访时就说，疫情到来时，所有国家都在一条船上，只不过呢是在不同的舱室之内。那么面对新冠病毒这一共同的敌人，唯有共同进退，合力应对。面对疫情的紧迫挑战，亚洲如何同舟共济？相信呢，明天中国元首的重要讲话也会做出坚定的回答。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还没有摆脱上届政府的阴影，还继续在军事、经贸领域对华施压。美军舰艇近期接连在中国海峡、台湾海峡、中国西沙领海耀武扬威，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近来更是频频对中美贸易发表强硬表态。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周四表示，美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当天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指出，美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海域，侵犯了中国主权和安全，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侵权挑衅行为，并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空军大校周三还表示，美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此前一天穿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周四晚间回应称，美国军舰几天内连续穿航台湾海峡，闯入我西沙领海，是严重的挑衅行动，性质十分恶劣。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中国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拜登政府已经继承特朗普政府时期政策，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或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将所谓中共军工企业名单的生效日期再推迟2周。彭博社援引美国白宫不愿具名的知情官员称，白宫正致力于厘清中共涉军企业名单，确定其如何适用于子公司，对该名单的重新审视可能在6月11号前完成。知情人士还称，美国不会改变对涉及中国军队的投资的政策，白宫正试图维持这一禁令，并要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且能长期维持下去。在不逆转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措施的前提之下呢，他对这样的一个政策在评估的基础之上，可能会
使它更具有针对性，使这个政策的这个针对的制裁对象呢更加的明晰化。这一方面呢，继续保持了特朗普时期的强硬政策，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是为了减少由于这个政策过于粗枝大叶呢，对市场形成过大的这个震荡。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近期也连续就中美贸易问题表态，妄称强迫劳动是粗野补贴，给了中国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美国将使用包括关税、强迫劳动商品进口禁令等贸易工具与之抗衡。戴奇日前还在英国《金融时报》举行的一场在线活动上称，他预计将在短期内与中国高级贸易官员接触，以评估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显然，美方要在其所谓的首次接触前顽固坚持特朗普时期对华贸易施压的政策，并企图借所谓的人权等问题把贸易问题政治化。我认为他以此为抓手，其实是选错了抓手。中国政府是绝对不会接受对中国这样的一种捏造事实的污名化。中国政府也绝对不会把这个就是说这个带入贸易谈判当中，并且因此而做出让步，这是绝对不具备这样一个谈判基础的。因此，如果说拜登政府对这样的一个政策不进行反思、不进行调整的话，其实中美经贸谈判其实是基本上就不具备谈判的基础，谈判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实际上，美国发起贸易战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好处。中美贸易战3年来，美国经济遭受的损失远比中国方面要大得多。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发表的报告预计，如果中美贸易战持续下去，今后5年美国 GDP 将合计减少 1.6万亿美元，就业岗位将减少 73.2万个。而美国劳工部日前公布的4月 CPI 同比上涨 4.2%， 刷新13年来的高点。美国4月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 26.6万人，远远低于市场预期。与此同时，美国的海运数据显示，4月从中国发至美国的集装箱增长了 46.5%， 且运费5月上旬比3月底上涨 16%。显然，美国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商品，而如果继续加征关税政策，将进一步推高美国的物价水平。如果这个接下来几个月之内，美国的 CPI 这个数据继续居高不下的话，在目前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包括一些财政政策的话，那可能会要推行一定的这个紧缩政策。那么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利率很可能就会因此上涨。对于美国经济来说，那可能就是面对更大的一个内忧外患。中美关系迟迟不见好转，也让国际社会极为担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表示，中美都是经济和科技能力极为强大的国家，拥有先进科技、武器、核能力。中美关系如果恶化，全球局势将很紧张，小则造成担忧，大则引发冲突，亚太地区也必将受影响。李显龙认为，美方可以尝试影响中国，但你不能改造中国。中国不会变得像欧洲国家那样，更别说是像美国。不过，李显龙也认为，要接受这一点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心理难关，因此需要伟大的政治领袖来促成两国的合作，并促使美国人配合这样的政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话，他说的这番话其实表达了世界各国一个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在当今目前世界经济，其实我们知道面对疫情等等很多不确定因素之下，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如果是要继续紧张下去的话，那其实世界经济会面临更加多的不确定因素，这对于世界各国来说肯定都是不利的。那么也是希望美中之间能够在良好协商基础上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那么这个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才会是一大福音。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日前也在一场线上研讨会中指出，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复兴。拜登政府延续冷战思维，贸易战和对华脱钩做法是错误选择。美方应正视中国共产党成就，同中方开展合作。亚洲国家需用美式论点和逻辑说服拜登，不要跨越中国红线，停止抹黑中国。Not just wrong for China, by the way, also wrong for America and bad for America's interests. And of course, we in Asia, we will suffer if things go badly. We are in the front line. I mean, the whole U.S.-China contest will be played out in Asia. So we are in the front line. We will suffer. And that's the second reason why we should
guide by Biden on China. 以所谓新疆的人权问题为借口，部分欧洲议会议员正在反对继续推进中欧投资协定。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称，欧洲议会预计于本周四就推动正式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动议进行投票。动议草案显示，欧洲议会将投票敦促冻结对中欧投资协定的任何审议，以及欧洲议会对批准协定的任何讨论。原因是中国对欧方实施的制裁。美媒称，如果欧洲议会投票通过该动议，将对落实中欧双方就有关协议达成的共识造成打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回应表示，中方对长期以来恶意传播涉疆谎言和虚假信息，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的欧盟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是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是对欧方搞制裁对抗做出的必要、正当和正义回应。到底是谁无理挑衅在先，谁正当防卫在后，孰是孰非一清二楚。希望欧方能够从中深刻反思，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通过对话沟通增进双方了解和理解，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那如果这一次的投票使得这个全面投资协定暂时冻结的话，那么其实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做了美国的马前卒，被美国当了枪使，所以这个其实从长远来看肯定是不利于欧洲企业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当地时间周三抵达美国华盛顿，开启为期5天的对美工作访问。他将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周五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按照韩媒的说法，新冠疫苗合作、对朝政策和半导体产业链将成为核心议题。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方面一直想拉韩国加入由其主导的4方安全对话，以抗衡中国。一旦面对拜登的面对面施压，文在寅画风会否松动？来看报道。这是文在寅任内第4次访美，距离上次到访已经过去2年零1个月。受新冠疫情影响，此次韩方随行人员和日程安排都有所精简。文在寅夫人不陪同出访，除美韩元首会谈外，不安排大规模活动，行程以小规模聚会和活动为主。韩媒披露，文在寅抵美后将首先出席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官方活动。接下来，文在寅还将访问国会山，与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国会其他领导人会晤。周五，文在寅先会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会面，再与拜登举行元首会谈，并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拜登当选后，2位领导人已通过2次电话，并通过领导人气候峰会视频会面，此次是2人第一次面对面会谈。韩国舆论注意到，这是文在寅就任总统以来第10次参加美韩峰会，前9次都是与特朗普。如今随着白宫迎来新主人，会谈可能会为未来4年的美韩关系搭建框架。而文在寅也想通过会谈进一步加深对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了解。韩媒称，新冠疫苗合作、对朝政策和半导体产业链将成为此次美韩元首会谈的核心议题。韩国此前一直标榜自己是防疫模范国家，但受到全球短缺和运输延误的影响，韩国疫苗供应捉襟见肘。截至上周二，韩国5200万人口中仅有7%的人接种了至少1剂疫苗，这对文在寅政府构成压力，因为疫苗不仅关乎疫情防控，还与韩国经济和明年大选交织在一起。文在寅周一曾在幕僚会议上表示，将把此次访问作为加强韩美疫苗合作，将韩国打造成全球疫苗生产枢纽的契机。外界关注双方能否达成疫苗交换或技术转让的协议。疫苗交换意味着韩国直接从美国得到疫苗，并在稍晚时候等量返还；技术转让则意味着韩国引进美方技术，在韩国生产疫苗。韩国东亚日报就指出，美国可将同盟国韩国作为东亚疫苗枢纽，牵制中国在亚洲等地扩大影响力的疫苗外交。这个双方的需求上来看有合作的基础，但是呢，我们也同时发现美国储存了大量的疫苗，现在它存了世界整个疫苗产量的1/4左右。那么它存的这些疫苗，将来也一定要移用到这个政治和外交的目的上。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在疫苗的这个外输上卡得非常的紧。那么美国方面呢，也一定是希望利用本次和韩国会晤的机会，来通过疫苗这样一个议题牵制其他的议题，那么来掌握这个谈判的一个主动性。
半导体产业链也是文在寅此访关键词。韩联社称，双方可能就深化半导体、电池等新产业领域的合作，进而扩大经济同盟的方案进行协商。深圳卫视注意到，拜登政府上台后格外重视供应链安全。今年2月，拜登就下发行政命令，对4种关键产品的供应链进行100天审查，半导体芯片就位列其中。4月，白宫召开半导体芯片会议，拜登亲自主持，讨论美国当下的芯片短缺问题。与会的就包括韩国三星电子。分析认为，美国正寻求与韩国合作解决半导体短缺问题，而韩方也在美方寻求建立半导体供应链问题上展现了协调姿态。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相关负责人此次也陪同文在寅访美。舆论猜测，世界最大的存储芯片生产商三星电子将送出大礼包，宣布在美国投资建设芯片工厂。需要指出的是，拜登要打造的半导体产业链从一开始就瞄准中国，就是要把中国排除在外。美国彭博社认为，美韩元首能在半导体等高科技供应链问题上达成多大程度的协议，将影响美国的东北亚布局。韩国一直以来存在一个急需扩大市场来提升自己的在这个产业领域的这种主导性的这样一个欲望，所以双方下一个阶段就是围绕这个投资市场这个问题，那么韩国方面的主动性相对来讲会更强一些，因为美国最近这半年以来，那么受到芯片短缺的影响非常的重，韩国也确实是一直以来在这个中国市场的这种投入非常的深，扎根非常的深，那么很多韩资的和中资的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产业有很强的这种合资合作，所以韩国方面不可能按照美国方面的需求，那么完全的背离中国。此次文在寅访美，韩国会否以某种形式加入到美国主导的4方安全对话也备受关注。所谓4方安全对话的实质，就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所构建的反华联盟，美日印澳4国一直有意笼络韩国加入，以形成对中国包围之势，几乎是北约的亚洲版。不过韩国方面一直不想参与其中。今年3月18号，美韩举行防长外长2+2会谈。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溶在会谈后表示，中美两国对韩国来说都很重要，让韩国在中美之间选择任何一方根本不可能，也不可取。3月31号，郑义溶在记者会上重申，中美不是2选1的选项。日本经济新闻在周3的报道中称，美国是韩国唯一的同盟国，但文在寅政府正在摸索一条不再愈发对立的美中之间选边站的外交道路。韩国一直刻意与4方安全对话保持距离，但是由于美国多次提出要求，韩国也开始倾向于认为还是需要以某种方式参与进来。报道提到，文在寅政府内部其实已经出现了参加4方安全对话的方案，但韩方也希望这种合作维持在不会招致中国强烈不满的程度。此前呢，也曾经传出过一些说法，比方说韩国可能会成为这个美国印太战略中最薄弱的一环。这种说法也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此前这个文在寅政府多次强调过，他的这个韩国的新南向战略可能会与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进行接触、进行接洽，但是绝对并没有提到说要加入。这也就是说，韩国方面在中美关系这种尺度的把握上，一直以来是一个比较准确、也比较均衡的这样一个状态。韩国方面的这种战略的这种均衡性，我想在文在寅政府任内还是会得到保持，在这个议题上应该不会被美方牵着鼻子走。第12届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于当地时间周3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参加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晚上进行了约2个小时的会晤。这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俄高层官员首次面对面交锋，为即将举行的美俄元首会晤铺路，备受关注。在会晤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用碰肘代替握手，并在谈判桌旁坐下。双方强调，即使两国之间存在分歧，但应该在一些特定领域进行合作。布林肯表示，我们之间存在分歧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如果俄罗斯对美国和盟友采取侵略行动，华盛顿将做出回应。与此同时，在疫情和气候变化、伊朗、朝鲜以及阿富汗问题等领域，两国存在共同利益。若美俄可以合作，世界将成为更安全之地。拉夫罗夫也承认，我们对国际局势的评估存在严重分歧，我们在如何解决局势正常化的方法上存在严重分歧。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同意两国应在利益吻合之处合作，特别是在战略稳定问题上。
双方之间不仅仅是有矛盾，那么在矛盾的冲突当中呢，双方也意识到，其实两个国家作为这个国际的这个军事的大国，都有共同的利益在这边啊。你包括像这个军控的体系，尤其是战略稳定方面，其实两个国家都有很强的共同的利益。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国际安全有很大的作用啊，另外其实对两个国家那个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那么用更多的资源来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也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会晤或为下月举行的美俄元首会晤铺路，以改善两国外交关系。因为确实拜登对俄罗斯确实很不友好，那么普京呢确实也对这个民主党执政的美国也是很不感冒啊，所以其实之前国际舆论都是有很大的担忧。那么我想这次双方的外长的会面其实是有助于平息国际舆论的这方面的担忧的。美俄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双方在军控领域实现有限合作，但在乌克兰、网络安全、人权、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指控等问题上分歧明显，对抗加剧。本月初，拜登提及希望能在6月访问欧洲期间与普京举行会晤。此外，美国对俄德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似乎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布林肯周三证实，美国政府放弃了对北溪2股份公司及总经理马蒂亚斯·瓦尔尼西实施制裁的计划，称此举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佩斯科夫周四回应称，美国放弃制裁是积极信号，美国立场的变化不再对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的项目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北溪2管道未来命运如何？现在呢，可能还没有说是因为这次美国放弃制裁就能够盖棺定论啊。因为之前其实美国对北溪2管道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其他方面的制裁。那么未来呢，如果说美国想继续利用这个北溪2这个筹码来这个调动对俄关系的话，它还是有很多的资源。未来北溪2管道的这个前景还是要取决于美欧俄三方的这个互动的前景。外交上的接触并未改变美俄在军事领域激烈博弈的现状。就在美俄外长会晤前，两国军机还在空中进行过招。俄罗斯西部军区新闻处周二发布消息称，俄罗斯空域监控系统当天在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发现靠近俄边界的空中目标。波罗的海舰队执勤防空部队一架苏27战斗机随后紧急出动，对空中目标进行拦截。苏27飞行员识别出空中目标为美军 B-52H 战略轰炸机，并在波罗的海水域上空对该轰炸机进行伴飞。而此前一天，俄罗斯也派出2架图95战略轰炸机进行了在黑海的军事行动，并且还出动了苏27战斗机进行护航。俄罗斯图95战略轰炸机出现后，欧洲多国还拉响了警报，进行了战机的紧急起飞和警戒任务。美国和俄罗斯他们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老派的，而且是经验很丰富的这个大国啊，他们之间的互相博弈肯定是交织着冲突与合作。周三，俄罗斯国家杜马则投票支持废止开放天空条约法案，以作为对美国单方面毁约的回应。联邦委员会将于下月2号表决，普京签署后6个月正式生效。开放天空条约由美国、俄罗斯和大部分北约国家于1992年签署，2002年起生效。但在去年11月，时任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以俄罗斯违反条约为由，正式退出该条约。分析指出，美俄2大军事大国退出之后，开放天空条约基本已经名存实亡，损害俄罗斯与美欧的战略互信。开放天空条约的存在确实有助于双方来这个保持和建立这个互信啊，那么使得双方对方的这个军事实力有更清楚的认知。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不应该高估这个开放天空条约废止带来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因为整体上来看，在这个军控体系当中呢，这个开放天空条约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美国政府放弃了对北溪2股份公司及总经理马蒂亚斯·瓦尔尼西实施制裁的计划，称此举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您认为美国此举的意图究竟何在呢？我注意到很多评论都认为，拜登政府放弃对北溪2号项目的制裁措施，是美国送给俄罗斯、德国甚至整个欧盟的一份大礼物。而在我看来，光是看到这一点，显然是小看了拜登政府的企图与阳谋。它不仅仅是拜登政府为了讨好俄罗斯、德国以及整个欧盟而送出的一份大礼，更是拜登政府在美国与德国、美国与欧盟之间所做的世纪性大交易的一部分。这个世纪性大交易的核心目的就是
要拉拢欧盟乃至整个北约，跟中国打一场由美国主动挑起的新冷战。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面对美国挑起的对华新冷战，整个欧盟不仅处于无动于衷的状态，甚至压根就不认为中国是个威胁，并跟中国在经贸上打得火热。而美国要想打赢这场对华新冷战，没有欧盟的参与与配合，这是完全没有胜算的。而要拉拢欧盟，光是讲心不讲筋，或者说光是讲一些共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是不行的，还得在对欧盟晓之以情的同时，必须动之以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拜登政府对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让步，以及采取了一系列的讨好措施，包括一是宣布取消特朗普执政时期制定的从德国撤离美国驻军的计划，二是宣布要与欧洲国家一道阻止中国与俄罗斯在北冰洋地区的所谓扩张，三是不再像特朗普时期那样强行要求欧洲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同时在经贸上，拜登也放弃了特朗普时期跟欧盟亲兄弟明算账，甚至是打贸易战的做法。而拜登政府放弃对北溪2号项目的惩罚行动，显然也是美国对欧洲做出重大让步计划的一部分。那么既然是一场世纪性的大交易，在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同时，欧盟也势必要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欧盟一是跟随美国的步伐，以所谓的人权为由，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个别官员进行了制裁，打破了30多年以来中欧不打人权战的惯例。二是为了响应美国的印太战略，德国与法国先后派出军舰到东海与南海方向，跟美日一起进行军演。三是欧盟委员会近日暂停了推动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努力。这些都意味着美欧之间的这场交易正在越做越大。那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首次面对面会晤，以探讨建立一个更加可以预见的美俄关系一事，您又作何解读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至少从表面上来看，美俄关系还是相当紧张的。拜登政府以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选举和发动恶意网络攻击行动，以及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威胁为由，制裁了多名俄罗斯的个人和的实体，甚至是驱除了俄罗斯的外交官。布林肯与拉夫罗夫的会晤，以及下个月拜登与普京之间的有可能的会晤，就是在这样一种并不太友好的氛围下展开的。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当前的美俄关系实际上进入到了一种相当复杂、相当矛盾，甚至相当难以驾驭的阶段。这种复杂与矛盾主要就体现在拜登政府一边要打俄罗斯，一边又要拉俄罗斯，一边要制裁俄罗斯，一边又要极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打和制裁俄罗斯是为了维护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安抚国内的反俄罗斯势力；拉拢俄罗斯与改善美俄关系，这是为了服务于要在全球范围内跟中国打一场由美国挑起的新冷战这样一个大目标。对于拜登政府来说，为了打赢这场新冷战，美国不仅要做加法，也就是要团结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来结盟对抗中国，而且要做减法，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跟俄罗斯的关系。因为拜登政府知道，不团结盟友，美国无法赢得这场新冷战；同时不分化瓦解中俄关系，让中俄抱成了一团，美国也赢不了这场新冷战。而为了拉拢俄罗斯、离间中俄关系，拜登政府也在跟俄罗斯做一场世纪性的大交易，包括不再称呼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敌人，甚至淡化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同时放行了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北溪2号项目。未来不排除拜登政府还有可能会逐步取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善于做交易的并不仅仅是前总统特朗普，拜登在这方面也是毫不示弱。而且特朗普做的交易大多集中在经济层面，着眼的是看得见的有形利益，而拜登的交易多是战略层面的大交易。
那对于欧洲议会表示，北京如果希望保住它与布鲁塞尔达成的双边投资协定，就必须取消对欧盟政界人士和外交官的制裁一事，您又如何看呢？我认为表面上看来，欧洲议会在是否批准中欧投资协定这件事情上展现出了非常强硬的姿态，但事实上，它却暴露出了欧洲议会的外强中干和内心的虚弱，说明欧盟其实非常想要这个中欧投资协定。但是他们又找不到台阶下，于是就想通过发出威胁的方式，让中方先做出一个让步。而在我看来，欧洲议会要求中方率先做出让步，是在倒打一耙，搞错了方向。中国有句俗话叫"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件事情完全是由欧盟自己主动挑起来的。正是因欧盟跟在美国后面打起了所谓的对华新冷战，以所谓的人权为由介入了新疆事务，30多年以来破天荒地对中国官员进行了制裁，才使得中方以更大的力度对欧盟进行了反制，同时率先把人权问题跟经贸问题挂钩，搁置中俄投资协定审批的也是欧盟。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应该率先纠正错误的不是中国，而是欧盟自身。欧盟应该率先撤销对中国相关官员的制裁措施，中方再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为中欧投资协定的通过以及中欧关系的改善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同时，欧盟还应该引以为戒，不要再在人权问题。好的，再来关注岛内疫情。台湾周四再增286例本土病例，当局表示，目前的情况仍未达到升为4级警戒的条件。蔡英文上台满5年，最新的民调显示，不满意度达到了44%，超过了对其满意度。缺水、缺电、缺疫苗，岛内舆论指出，蔡当局应面对现实，向全台民众深刻道歉。周四，台当局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全台新增295例确诊病例，其中286例本土病例，9例境外输入病例。另外新增1例死亡病例为70多岁女性，在台北市万华区工作，平时独居，有心血管疾病。上周6出现虚弱无力和疲倦状况，却拒绝就医。本周1，其家属前往探视时，发现他已无生命迹象，经检测新冠病毒呈阳性。岛内各县市病例以新北市157例最多，其次是台北市87例。台北万华区是本次疫情爆发的重灾区，再有40例新增病例。有民众用手机拍摄了近日的情景，直呼太恐怖。对面那栋太恐怖了吧？每天一直在楼下这样，每天的荧荧黄黄的，一天该有20台左右吧。面对严峻的形势，台当局于周三将全台防疫警戒提升为第3级。台北市长柯文哲随即宣布做好准4级防疫措施。新北市长侯友宜甚至表明该封城就封城。对此，台行政部门发言人罗秉成重申，14天内平均每日确诊100例以上，只是提升4级警戒的条件之一，同时还要符合1半以上找不到传染链。近期确诊案例看来，并未达到1半以上找不到传染链的条件。因此，目前仍未达到升4级的条件。此外，罗秉成还特别强调，防疫警戒层级必须依照疫情指挥中心的判断，地方政府不该让外界误以为台湾防疫要升级，造成国际对台湾疫情的错乱。至于岛内这波疫情的未来走势，台湾防疫学会荣誉理事长王任贤认为，下周的数字将是关键。如果控制不好，疫情或许持续2个月。包括了清零筛查跟社区警戒，那这2大政策基本上它的效果最快也要到下个礼拜3、4才能够看得到它的效果。这下个礼拜的时候还看不到这个疫情有折点的话，那可能时间要更久，大概7个礼拜、8个礼拜左右。另一方面，疫苗施打率太低，也是造成岛内疫情大爆发的一大破口。周三下午，台湾透过世卫组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平台分配的4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运抵台湾。台卫生部门表示，包括照护感染者的医护人员、采检站人员等，将被列为优先接种对象。对于这40万剂疫苗，台行政部门视之为及时雨。但岛内舆论痛批称，台湾已获得的70万剂新冠疫苗中，由蔡当局买到的只有不到12万，其余的都是世界卫生组织分配的。这样的采购能力太令人惊吓了。疫苗才是终究解决办法。那在这个时刻，我不愿意再去讲什么话，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尽速解决这个问题。
全台陷入疫苗焦虑，新党等岛内社会团体近日不断呼吁蔡当局尽快开放大陆疫苗。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一作出积极回应称，大陆各界始终心系广大台湾同胞的生命健康安全，当务之急是去除岛内人为的政治障碍，使广大台胞有疫苗可用。对于大陆释出善意，民进党当局不但拒绝，还恶语相向，污蔑大陆，妄称对岸不必假好心。更有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宣称，大陆再度启动所谓对台认知作战，通过散播不实信息打击民进党当局威信，延迟疫情和缓速度，将予以查办。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于周四回应称，这些说法再次验证民进党当局这种子虚乌有、蓄意捏造、转移焦点、嫁祸于人的惯用伎俩。台湾同胞期待的是科学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和相关保障，民进党当局应该多把心思放在如何用科学专业的态度防控疫情上，停止玩弄政治把戏，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控制疫情，切实保障广大台胞的生命健康、利益福祉。据岛内媒体报道，面对各方压力，台当局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负责人陈时中作出表态称，如有地方想要采购大陆疫苗，需提出相关申请，若相关检验检查合格，会来统筹处理。对陈时中只要向大陆提出申请就可以来讨论的论调，气坏了不少岛内网友。有网友批评称，陈时中的意思是要大陆拜托台湾买疫苗，这是哪门子脑残？你有没有尽到你的努力去帮人民把这些疫苗争取回来，而不是什么事情根本你连 touch 都还没有，接触都没有，你就开始在那边胡说八道，用意识形态的东西去挡住所有东西。你那样子不仅是害死全民，也是害死你自己。周四是蔡英文连任满1年。对于蔡当局过去1年来的执政情况，中国国民党进行了盘点，直呼今年的代表字就是一个惨字，并希望蔡英文向民众道歉，彻底检讨各项政策失误。缺电、缺水、缺疫苗、缺政府，所以执政三宝就是读稿机、文青式的语言念一念。根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最新的民调显示，对于蔡英文的表现，有44%的民众表示不满意，超过了满意度3个百分点，另有14%没有表示意见。和去年同期相比，蔡英文的满意度大幅下滑了20%。中国国民党指出，台湾正面临严重的疫情肆虐，在民众努力抗疫的同时，我们却缺水、缺电、缺疫苗。民调结果已经呈现死亡交叉，蔡英文难道没有任何警惕，还想要继续违背民意吗？硬要全民吞莱猪，这个多年来民进党最反对的莱猪，如今发夹湾换到什么？换到什么？什么都没有换到，连一个最卑微的买到疫苗也是拖拖拉拉、漫漫长路。